大家好，我是小明，歡迎回到我的頻道。今晚我們來聊一個可能讓你以後深夜開車時會忍不住多看後視鏡好幾眼的故事。深夜裡，你在開車的路上，是否曾經從後視鏡瞥見一抹鮮紅的公車，緊緊跟着你的車後？這班公車燈火通明，卻異常安靜，沒有引擎的轟鳴聲，只有輪胎滾動地面的低頻摩擦聲。你揉一揉眼睛，再看一眼，駕駛座是一個模糊的身影，雙手似握非握地懸在半空，而整輛巴士一個乘客也沒有。它靜靜靠近，緩緩並排在你車旁，似乎在無聲地邀請你上車。很多人以為這只是1930年代倫敦霧夜的陳年鬼話。那輛鮮紅的7號巴士在聖馬克路的彎道上逼得對向司機撞牆而亡，然後消失在晨霧裡。但它卻真實地被記錄在英國報紙和當地法院證詞上，並詭異地出現在好幾次的事故現場當中。它是英國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古老陰影，在時代的夾縫中悄然潛行。在馬車時代，它是民間傳說裡令人膽寒的死亡馬車，由無頭的馬夫駕馭，拉車的黑馬同樣沒有頭顱。巨大的車輪碾過石子路，卻聽不見半點聲響。傳說，鄉村若出現它的身影，就代表有人要沒命了，那是誰也逃不掉的死亡預告。隨着工業齒輪的轉動，這古老的亡靈也披上了鋼鐵的外殼。它在1930年代化身成那亮通體鮮紅，卻同樣死寂無聲的柴油巴士。載體在變，但那股收割靈魂的含義從未改變。它不再只是鬼魂，它是災厄的前驅。只要有它出現的地方，那片土地幾天內必將迎來血與火的洗禮。今天我們就來追蹤這輛跨越世紀，從無頭馬車進化成現代的幽靈巴士。1934年6月11日凌晨1點15分，在倫敦北肯辛頓的聖馬克路與劍橋花園街交叉口發生一件致命車禍。25歲的冶金工程師 Ian Beaton 轎車失控，撞牆起火，當場身亡。在派丁頓法院的交通調查法庭上，多位目擊者宣誓作證。他們描述，濃霧中一輛鮮紅色的7號雙層巴士突然從黑暗中竄出。車身還標示着早已過時的 General 字樣，那時倫敦運輸局早已改制，但這輛巴士仿佛還停留在舊時代，沿用舊式標誌。它從中間車道直衝而來，沒有引擎的轟鳴聲，司機的身影很是模糊，車上更是沒有乘客。它硬生生地逼迫在正常車道行駛的 Beaton 猛打方向盤閃避，最終車輛失控撞牆，翻覆起火，而 Beaton 也當場命喪火窟。目擊者回頭查看巴士時，巴士已如鬼魅般消失得無影無蹤。警方搜遍倫敦每一座車庫、每一條巴士路線，甚至調查所有7號公車巴士的調度，結果發現那輛巴士根本不存在。這場悲劇引爆了集體恐懼。從此以後，許多人聲稱在深夜的同一個路口目擊這輛幽靈巴士，總是1點15分左右現身。車內同樣燈火通明，卻空無一人，像在無聲地邀請人上車。當局也因該路口發生許多的交通事故及輿情壓力，終於在1935年由皇家肯辛頓區對這個死亡路口動手改制，拓寬路口，改善視線死角，增加街燈，甚至將彎道拉直。車禍事故果然大幅下降，而那輛在深夜出沒的7號幽靈巴士也消失在倫敦的街道上，再也沒有人見過它的身影。隨着倫敦聖馬克路的彎道被拓寬拉直，幽靈巴士似乎失去了它的新生之所。它開始沿着交錯的公路網悄悄向北蔓延，最終在1951年出現在350公里外的工業重鎮利物浦。那是11月的一個深夜，利物浦碼頭被濃霧與刺骨寒氣籠罩着。一名值班守衛在昏黃的路燈下，看見了一輛鮮紅色的雙層巴士靜靜停在碼頭邊緣，車頭燈閃行着幽冷的白光，車牌上面竟然是倫敦7號。夜晚守衛很是疑惑，利物浦的公車線路從來沒有這個樣式的巴士，更不可能出現倫敦牌照。
他正想上前查看時，那輛巴士卻無聲無息地啟動了，並緩緩轉進碼頭深處，消失在濃霧裡。幾天後，原本平靜的碼頭爆發了一場毀滅性大火。火災從碼頭區的倉庫竄起，迅速吞沒停靠在附近的巴士與周邊建築。火勢之猛烈，讓整個港口陷入紅光與黑煙。官方查驗後，將火災原因歸於電線短路，但災難的真相似乎遠不止於此。再後不久，當地報社的一名記者在暗房沖洗火災現場底片時，陷入死一般的寂靜。有一張大火燃燒的照片裡，濃煙與焦黑車體殘骸的後方，竟浮現一輛輪廓清晰、完好無損的雙層巴士。它呈現出詭異的鮮紅色，車頭依稀可以看出倫敦7號的標示。它就靜靜停在火海深處，不是受害者，而是冷眼旁觀的注視者。好像大火不是意外，更像是他親手點燃的祭典一樣。當這張詭異巴士照片曝光後，那些曾目擊巴士的守衛與幸存者才徹底明白，這邊從倫敦來的幽靈巴士，這是不是來接客的？它是死亡的隱性，它出現在哪裡，哪裡就會迎來災難的洗禮。但恐怖還沒有結束，1年後，它重回倫敦。1952年12月30日的傍晚，霧氣開始凝結濃厚，泰晤士河的上空縈漫着寒意。艾伯特·甘特，他是一位經驗豐富的巴士司機，正駕駛着78號雙層巴士，車上載着20名乘客與1名售票員，從北邊的蕭迪奇一路往南，準備前往達利奇。行經倫敦塔橋時，橋頭綠燈亮起，沒有警鈴聲響，沒有閘門阻攔，一切都在安全合規下。艾伯特·甘特緩緩開上橋面。但就在此時，北側的橋面就像一片巨大的暗影，在靜默中悄悄抬起，而南側橋面也正緩緩升起。一名臨時替班的塔橋操作員犯了重大疏失，並且沒有發出任何警告。巴士已經來不及剎車或倒退，縫隙在眼前逐漸變大，泰晤士河的冰冷河水就在下方等待。就在這生死一瞬間，曾經的2戰坦克教士艾伯特·甘特憑借戰時的直覺，猛踩油門，連降2檔，使得7.5公噸重的巴士如箭一般衝出，前輪騰空，整台巴士在空中飛越了不斷變寬的深淵，隨後重重地砸在南側橋面上，劇烈的震動撕碎了幾近，乘客的尖叫聲與破碎的零件散落一地。雖然售票員摔斷了腿，還有12名乘客受輕傷，但奇蹟發生了，沒有人墜河，更沒有人喪命。艾伯特·甘特回憶這段驚魂時刻說：“如果當時我選擇停下，我們現在全都在泰晤士河底。”之後，倫敦運輸局頒發給他10英鎊的獎金與1天的假期，媒體紛紛尊稱他為英雄司機。這10英鎊在當時大約是基層員工整整2週的薪水。而這場不可思議的飛車逃生在英國歷史上非常有名，被稱為倫敦塔橋跳躍事件。但據傳一名守橋人發誓，在橋面升起前的大霧中，他看見了那輛詭異的鮮紅色7號巴士。他就靜靜停在塔橋邊緣，車內燈火通明，空無一人，像在屏息等待一場原本應該發生的慘劇。巴士失控墜入河中，成員完美的祭品。但這次幽靈巴士失算了，人類的果敢決斷與運氣在最後1秒贏過了這個跨越數十年的死亡詛咒。如果你以為那輛鮮紅的7號巴士會就此消散，那就太天真了。它並沒有因為一次失算而消失，它只是退回了陰影，變得更有耐心。從19世紀的5頭馬車到1934年被法院認證的幽靈巴士，從1951年利物浦碼頭的熊熊烈焰，再到1952年倫敦塔橋的冷眼旁觀，這輛死亡接駁車在時代的陰影中不斷進化變裝。雖然現在的街道布滿了監視器，但別忘了，這輛幽靈巴士最擅長的就是偽裝。他或許已經脫下了那身過時的紅色塗裝，悄悄換上了現代電動巴士的外殼，無聲無息地混入繁華城市的車流中。他不再只是逼迫你轉向，也不再只是點燃火海，他學會了在黑暗中靜靜等待，等待下一個午夜，下一個疲憊的靈魂。今天的故事就到這裡，我是小明。
如果你也對這些隱藏在歷史夾縫中的神秘事件感興趣，或者喜歡這種背後發涼的深夜氛圍，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當然，最重要的是分享這支影片，也能讓你身邊的親朋好友在深夜開車時多留一份心。我是小明，我們下次見。